Hello，大家好，我是魔蓝天。还有几天就要过春节了，春节前呢，应该可能也没有其他的新品到货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玩一款布鲁克在前段时间推出的超越版的起源红蜘蛛。首先，这个系列呢，它有区别于之前给大家分享过的这个群星版啊，超越版一直都是不是盲盒，它是明盒的形式，而且它是有板件拼装的。然后人物呢，基本都取自这个在院线上映过的这个大电影的形象。然后我们看到里面拆开之后是板件，东西都倒出来。这些呢就是所有板件的内容物了，一共是1、2、3、4、5、6、7，8块板件。然后同时呢再配一些这种特效件啊，还有一些小零件，然后2块地台，一本说明书。从说明书简单的来看一看，打开是这种4折页啊，拼装是非常简单的啊，没有什么难度。然后呢，就是这个板件的话，它都会做成这种提前有一些做了一些涂装的处理啊，然后其他的这种就算没有进行涂装的这些零件的话，它原本的这个零件的颜色，也都还算是可以的，像这个红色呀，然后这个偏银色，然后它所有的水口都是这种。比较简易的按压水口啊，所以你拆出来的时候，有些零件已经掉下来，也是很正常的啊，没关系。总之呢，应该是用不了多长时间啊。那么我们就在视频前给大家拼一拼，来看看效果怎么样。
就拼完了啊，拼装难度并不高，只要放在隔壁戴哥家的话，可能 H 级都算不上，也就是个 E 级的难度。拼装的过程和手感来说的话，也还是可以的。拼完之后，我们首先看一看关节是非常紧实的，没有太多松的地方。而说要我说这回拼装让我它的拼装设置不太满意的地方，可能就是这个肘关节，因为它就靠这2个零件进行一个简单的左右合，就是它的肘关节。倒不是说因为它的可动，而是说它这块感觉拼起来并不牢固，你把玩的时候经常会容易松脱，所以要注意一点。除此之外，其他的关节就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个都是非常紧实的。可动方面的话，首先头部360的旋转没有问题，然后抬头低头有一点点，手臂360的旋转，然后平举，然后由于它下边也是球形关节啊，所以这个肩膀可以上下调整位置，然后大臂平转，肘关节90度的弯曲，手腕球形关节向各个方向旋转。腰身这个腹部这个机头零件可以稍稍上翘，然后腰身进行一个平转。下边胯部裙甲是侧裙甲可以打开，然后后裙甲也是可以打开。打开之后的话，大腿的前踢不到90度，后蹬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侧踹也是能到90度。大腿平转，膝关节90度，稍稍超过90度的一个弯曲。最后脚踝是一个球形关节，各个方向旋转，然后包括接地的幅度的话还是可以的。当然还不要忘记还有这个翅膀。翅膀的话，刚才拼装的时候我这2个翅膀拼反了，拼错了，然后现在我给调整过来了。调整过来之后的话，这个翅膀的根部有一个活动的空间，然后下边小翅膀这块的话也是有一定的活动范围。这回所附带的配件呢，除了有2个替换的拳头，一个空心拳直接替换上去，当然了它也没有枪，所以说不用靠空心拳来握持武器。然后呢就是一个标准的超越版的地台2块，然后附带了给你2个这种像能量水晶一样的这个特效件，这都是之前的标配了。除此之外，这次比较意外的就是它附带了这么一个小坦克，这个威震天的一个载具形态，这个是之前所有的这个超越版都没有附带的一个新的一个配件了，还是挺好的。虽然个头不大啊，然后可动性呢，除了这2个履带可以像脚一样的这样转，然后就这个炮台可以旋转，然后可以给它按下去，然后形象样子做的还原度还是可以的啊，而且正好我们都知道布鲁克做这个变形金刚，它是肯定不能做出这个变形机构的啊，这个海之宝是不会授权给你的，所以呢，它靠这种出一个载具形态，来弥补一下这个人形或者这个系列没有这么一个不能变形的一个遗憾吧，也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最后呢，我们来看一看这款玩具的高度。这款玩具大概到头顶的高度大概是12.5公分，而如果算上后边的背后的翅膀来说的话，大概是14公分高。和我同系列的这个都是起源系列的其他玩具拿出来做摆放在一起，直接做一个对比。也可以看，目前这个系列整个最高的还是这个御天敌同时它也是这个配件量最丰富的然后形态玩法比较多的。然后其次的话，目前看貌似红蜘蛛要比威震天又稍稍高了一点这个有点不太符合这个比例了。因为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威震天的话，从这个形态来说，就它已经成为最后换上那个震天尊齿轮的那个威震天的形态了，而不再叫第16了换上震天尊齿轮之后的话，它的个头明显是增高的，最起码要比红蜘蛛这些不能说高多少吧，但是怎么着你也要稍微高一点。那目前的比例来看的话，持平或者说是根据身形头的大小和身形来说的话，显得还比红蜘蛛要矮一点。这个明显感觉这个老威做的矮了一点，或者说是把红蜘蛛做高了，如果再稍稍做的矮一点的话，可能显得会更好一些。除此之外的话对了，还有亮灯机构也不能少，稍稍弹一下就能看到它是黄眼睛，这个透明件，黄色的透明件，然后亮灯。好，这些呢就是目前超越版起源线出过的这个人物了。还有一款大黄蜂，可能是在春节前后再出货吧。等买到之后再看看，跟大家做那款玩具的一个拼装。
这个呢就是今天和大家一块儿来玩的拼的这款布鲁可超越版的起源线红之钟，感谢大家的收看，谢谢。